大家好，我是牛奶。远古天魔蟒就是在这里了，在距离一座黑雾缭绕的飓风的不远处，云韵轻声道：我们走，准备动手。目光炽热的萧炎道，随后便一马当先的冲了出去。远古天魔蟒的感知十分敏锐，尽管萧炎一行人已经将气息压制到了最低点，却还是在刚刚冲进黑雾时被远古天魔蟒赏了一尾巴。好在萧炎的反应也不差，第一时间就将自己变成了一个金光灿灿的小巨人，随后就用双拳硬扛了这一击。一人一蟒的首次对抗以萧炎的小胜告终，那蟒灵都被打掉了不少的黑色巨尾，回去就把他的老大哥蟒头给召唤了过来。一听自己的黑尾被欺负了，蟒头气坏了，一个暴冲就想跟萧炎贴，最好是负距离的那种。萧炎看了看那已经不能称之为蟒脸的人脸，又看了看其高达数百丈的蟒身，当即就下令动手。毕竟这大家伙至少也是达到了5转斗尊巅峰的实力。彩铃是最先响应萧炎的，娇躯一个跳跃，便是在云层中化为了一条体积丝毫不亚于天魔蟒的七彩吞天蟒，旋即一股无形的威压弥漫而开。感受到这股威压的天魔蟒身形顿了顿，但也仅此而已了，因为彩铃的实力尚不足以令他畏惧。再说了，凶兽嘛，红了眼就主打一个不讲道理，就算遇到了比他强的，也得上去啃两口。彩铃变身后主要负责召唤彩色雷霆空中骚扰，那天魔蟒完全没在怕的，最终喷射而出的黑色光柱就将那些彩色雷霆尽数接下了，虽说口气是臭了点，但萧炎他们加入战场后他就憋屈了，主要负责一个挨打。虽然大部分攻击对于他来说都是可以忍受的，但萧炎下手那叫一个黑呀，看看他身上那些个炸开的鳞片就知道了。天魔蟒也是个记仇的，抓住一次机会就是一尾巴甩在了萧炎身上。金铁交击的脆响声后，就见一阵火花四射，受到重击的萧炎先是一声闷哼，随后双手趁机死死地抱住那巨尾，旋即体内异火暴涨，紫褐色的火焰顺着天魔蟒的身体就撩了上去。眼看着自己要变成炭烤大辣条了，天魔蟒疯狂地扭动着，试图将萧炎甩出去，结果没成功不说，还被萧炎抓住机会狠狠地在其尾巴上捶了几拳。然而鲜血和剧痛并没有让得天魔蟒屈服，他反抗得更凶了，凶到萧炎都觉得自己要顶不住的时候，青灵的声音突然响起：萧炎少爷，让他的眼睛对着我。听到这话的萧炎顿时精神一振，深吸了一口气，蓄力后萧炎竟强行将天魔蟒的身体给生生地转了一个弯。从未被如此对待过的天魔蟒怒了，然而没等他狂暴起来，他就在那半丈大小的碧绿色妖异眼瞳的注视下泄了气。随着3朵绿色花朵的急速旋转，天魔蟒眼中的杀戮与暴力迅速减弱。萧炎见此情况，狠狠地松了一口气，但就在众人眼看着天魔蟒的杀意就快尽数散去的时候，天魔蟒突然觉醒了，随后便是疯狂的反抗。萧炎一边感叹这畜生果然不好对付，一边出手招呼众人压制住他。一时间彩铃的威压，云韵、小医仙等人的匹练尽数抵达，如此之多的压制之下，天魔蟒也没了招，只能是无能狂怒。青灵则是趁着这个机会解出一道道繁琐而玄异的印结，召唤出了9头天蛇。那条足有1000丈庞大的蛇形虚影出现时，天魔蟒终于知道了什么叫做害怕。碧蛇3花瞳，妖眼开。只见青灵眼瞳之内3朵碧绿色的花陡然一颤，旋即3朵花朵便徐徐地绽放开来，而在那3个花朵交触的中心点处，一只碧绿的令人感到发寒的妖异眼瞳苏醒了。就在它睁开的那一刹，天魔蟒那原本有些颤抖的巨大身躯瞬间凝固了。推远点，同样被注视到的萧炎当下精神就是一阵恍惚，心头大骇间急忙松开天魔蟒，身形急退，同时不忘出声提醒着众人。意识到青灵的那妖瞳是无差别攻击，众人连忙闪开，
随后就见一道拇指大小的碧绿色光束突然从妖童中爆射而出，最后闪电般的印在了那天魔蟒的脑袋上。下一秒，一个巴掌大小的绿色花朵便是浮现而出。这下那天魔蟒的巨眼之中就只剩温顺了，虽然有些空洞。此时青灵才缓缓地闭上双眼，散去了九头天蛇的虚影。控制住了，萧炎控制着身体变回了原形，然后出现在青灵身旁道：还好先前消耗了他不少力量，再加上彩铃姐姐的灵魂压制，不然的话还真降服不了这家伙。青灵笑着道。从空中飞掠而下的彩铃听到这话，看了青灵一眼，他是没想到这小妮子竟然这么厉害。先前召唤出九头天蛇的时候，连他都是感到有些许心悸。那便好，赶紧去找天魔血池。萧炎出声道。确定完众人的损伤情况不影响赶路后，萧炎领着大家就掠向了那座弥漫着黑雾的巨大山峰。天魔蟒的巢穴很好找，就位于这座山峰的山心位置。萧炎一行人顺着山体内隐隐传出的能量波动找到其巢穴时，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一座白骨堆起的小山。从白骨中穿过，正对一处山洞。萧炎他们在洞穴的尽头找到了血池，望着那弥漫着猩红血液还时不时翻起个血泡的血池，小医仙皱紧了眉头道：这便是天魔血池？应该就是这东西了。感受着池中的精纯能量，萧炎点了点头道。随后目光看向青灵，萧炎又道：我可能会在这里耽搁2-3日时间，这段时间中，青灵你便将远古天魔蟒唤出，继续镇守在这里。想必即便有着来往的强者，也不会没事来招惹他这等存在。青灵点了点头。不会出事吧？望了一眼上还漂浮着残肢的血池，彩铃有些不放心的道。放心，这里面的能量虽然狂暴，但是并非是忍受不了的。萧炎笑着安抚道。彩铃见萧炎心意已决，便不再说什么，嘱咐萧炎多加小心，有变故便发信号后，就领着众人退了出去。等看不见几位家人后，萧炎才收了笑容，转身凝重地望着面前的血池。我本身体质便是强横，再加上体内还隐藏有龙皇骨甲，我便不信还奈何不了这天魔血池。在血池边为自己打完气后，萧炎不再迟疑，直接跃进了血池。好了，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喽，视频都看到这里了，给您来点个赞吧。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啦。感谢您的耐心观看，拜拜，下期再见。